大家好，我是吴博士。最近呢，前列腺癌很受关注，因为前美国总统拜登被确诊有前列腺癌。像美国啊、加拿大是前列腺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像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挪威也都是高发国家，包括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亚洲国家呢，普遍比较低，日本是个例外，发病率比较高。美国的发病率是中国的7倍以上。这种发病率的差异也恰恰隐藏了如何有效预防前列腺癌的秘密。那前列腺癌呢，主要威胁老年的男性，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都比较高，它是影响男性健康的第2大癌症类型，也是导致男性因为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跟年龄有很密切的关系，在65岁以后增高，75到79岁年龄段发病率达到顶峰。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很高，而中国东南亚发病率很低？它的根源是什么？像有的人家里面会有好几个人先后得病，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它跟前列腺增生是什么关系？前列腺增生会引起前列腺癌吗？那预防前列腺癌最有效的营养素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前列腺癌怎么样来预防的话题。什么是前列腺癌？前列腺呢是男性的一个小腺体，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分泌前列腺液，这是精液的组成部分。那如果前列腺的细胞失去控制，过度的生长，那就会形成恶性肿瘤，这些癌细胞会侵入周围的组织，并且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骨头啊、血液啊、淋巴等等。那什么原因会引起前列腺癌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基因突变引起来的，但是导致这些初始 DNA 突变的具体确切原因还不清楚。那现在接受的观点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生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引起来的，它是多种因素，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有几个因素跟前列腺癌密切相关。引起前列腺癌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史。前列腺癌有一定的家族聚集的倾向。那如果一个人呢，当然是男性了，他的家里面，他的父亲或者兄弟中有人得这种病，那么他得病的风险就增加1倍以上。如果他的家里面会有好几位亲属得病，或者哪一个亲属诊断出前列腺癌的时候年龄很轻，小于60岁，那么他的得病风险会进一步升高。所以遗传因素在前列腺癌的发生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引起前列腺癌的第2个高风险因素是年龄。年龄是引起前列腺癌最强的风险因素之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也上升。在40岁以前很少，在50岁之后就逐渐增长起来了。但是呢，多一半的前列腺病例是在65岁以后发现的。有1/3的前列腺癌发生在75岁以上的男性里面，发病率在75到79岁的年龄组达到顶峰。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在70岁以上的男性里面最高，所以说得前列腺癌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特别是在65岁之后。所以过了65岁之后呢，就要积极的体检，按时体检，然后密切关注前列腺的变化。引起前列腺癌的第3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食物。俗话说病从口入，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确是这样的。饮食认为是影响前列腺癌最高的潜在风险之一。现在发现呢，长期摄入高动物的脂肪，包括红肉啊、高脂的乳制品，这种饮食模式跟前列腺癌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的。这刚好是欧美人普通的饮食特点。那么引起前列腺癌的高脂肪的饮食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那这些红肉呢，跟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说加工肉类，比如说什么热狗啊、香肠啊、培根啊，它跟红肉很相似，长期摄入加工肉类也是增加前列腺癌的重要因素。还有高脂的乳制品，比如说全脂牛奶、高脂肪的奶酪、全脂酸奶、黄油、冰激凌等等。那么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饱和脂肪含量较高的乳制品跟前列腺癌的风险存在关联。
特别跟转移性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系。还有一些油炸食品和加工食品也跟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系。相反呢，有些营养素能够预防前列腺癌，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它们来自于6类食品营养物质。第一类就是硫代葡萄糖苷，它们主要来自于十字花科蔬菜，比如说什么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羽衣甘蓝、豹子甘蓝等等。那么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富含硫代葡萄糖苷，它可以转化成具有抗癌作用的化合物。那么这些食物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具有抗氧化功能的很多的植物化学物质，各种颜色深绿的叶类蔬菜。那么它们不仅是膳食纤维的好来源，而且经常食用跟降低多种癌症有关系，包括前列腺癌那么它们的健康价值不仅仅来自于里面的植物化学物质，也包括了纤维素植物纤维呢，帮助调节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影响激素的代谢，这些都跟前列腺癌的预防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纤维还帮助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提升身体的整体健康。第二类有助于预防前列腺癌的食物营养成分呢，就是番茄红素。那么番茄也是西红柿，大家知道呢，它富含番茄红素，那这是一种植物抗氧化剂，它对于人体来说能够保护细胞免受损伤，降低癌症的风险，包括前列腺癌。有研究发现呢，比较高的番茄和番茄红素的摄入量跟前列腺癌诊断的风险降低存在关联。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发现呢，跟平时不怎么食用番茄的人相比呢，平时食用番茄比较多的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降低了11%。那么怎么样来食用番茄最好呢？煮熟的或者加工过的番茄制品可能更有效，更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有助于减缓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说经常食用番茄制品，包括番茄酱、番茄汁，都是很有效的预防癌症的方法。当然番茄里头不光是番茄红素，它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共同呢发挥着作用。第三类有助于预防前列腺癌的食物成分呢，就是豆类。大家知道豆类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酚酸、皂苷、植酸等等，这些植物化合物本身就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的特性，它们通过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诱导细胞凋亡，干扰肿瘤细胞的生长。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这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它跟人体的雌激素是两回事。很多研究显示呢，经常食用大豆能够降低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的水平。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水平升高是前列腺癌的一个指标所以说经常使用什么绿豆、黄豆、扁豆、鹰嘴豆、黑豆等等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豆类呢，它的纤维、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都很丰富，特别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像经常食素的人呢，他就通过豆类来补充蛋白质。植物性蛋白的好处就是能够减少对动物蛋白的消耗，比如说什么红肉加工肉类，这些都是能够帮助预防癌症。那么在亚洲呢，人们习惯食用豆类包括豆腐豆浆各种豆制品，对吧？但是在欧美国家，人们很少食用豆类很多人不接受，所以这是从饮食上面显示出来的很大的一个区别。第四类营养物质就是茶，特别是绿茶。大家知道绿茶里头富含儿茶素这些抗氧化剂，这些本身呢就能够预防癌症。很多研究显示，经常饮用绿茶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特别是那些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家族里面有其他人得过前列腺癌，这样的人呢应该经常饮用绿茶。那第五类营养成分呢，就是各种水果包括浆果，比如说蓝莓、草莓、覆盆子，各种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里头呢，富含植物抗氧化剂，比如说浆果里头还有花青素。那这些抗氧化剂都是保护细胞的减少氧化应激，降低癌症的风险。当然血糖高的人呢，在食用水果的时候要注意数量，要注意血糖负荷，是完全可以食用的。第六类营养成分呢，就是大蒜。大蒜呢，大家都知道，虽然味道不好闻，但是它有很好的抗癌作用，它含有硫化物，它是高硫蔬菜，所以应该经常食用。那么以上列举的这6种营养成分呢，刚好是亚洲人的饮食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人。
每天的饮食里头新鲜的蔬菜很多豆类比较多水果也比较多，但是呢红肉加工肉呢相对比例比较少。那么这是从饮食方面来说，可能是造成欧美人跟亚洲人在前列腺癌发病率相差很大的原因之一，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引起前列腺癌的第4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肥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肥胖跟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系。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男性的肥胖，如果他得前列腺癌的话，往往更具有侵袭性，肿瘤的级别可能更高，而且在接受治疗之后复发的可能性也更大。那除了以上列举的这6种跟前列腺癌发病有关的高风险因素之外呢，另外呢，农药暴露也是引起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长期高剂量的暴露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农药环境中，比如说这些园艺工人农民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包括经常在草坪绿地上活动的这些人，因为草坪绿地的维护是需要一些长期要经常喷洒一些特定类型的农药除草剂等等，这些经常摄入某些农药的成分也会增加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要太羡慕那些打高尔夫球的人。那前列腺增生会引起前列腺癌吗？那么良性的前列腺增生经常我们称为前列腺肥大，它跟前列腺癌是2种不同的疾病。它们之间的主要关系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肥大，它不会增加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那虽然呢，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时候呢，前列腺细胞会增多，但是这些细胞是正常的细胞，它不是癌细胞，它不会失控的生长，不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所以研究显示呢，良性前列腺增生本身并不会导致前列腺癌，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呢，两者可能是同时发生，像有些男性呢，可能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也可能同时得上前列腺癌。因为这2种疾病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多。那么良性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有时呢，它们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会引起尿急、尿频、夜尿、排尿困难等等那所以说一旦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就要及时的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来区分究竟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还是前列腺癌或者2个都有。有的时候这种检测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用于筛查前列腺癌，但是呢，良性前列腺增生有的时候也会导致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升高，这样就会让诊断变得复杂所以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总的来说呢，良性前列腺增生它是一种非癌性疾病，是前列腺的良性增大，不会增加得前列腺癌的风险所以应该放心。要想远离癌症，包括前列腺癌，一定要从平时的预防做起均衡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最根本的。当然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有保护前列腺的作用，也可以尝试使用，包括聚棕榈非洲豚果木南瓜子提取物荨麻根等等。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我以前的那个视频保护前列腺的天然植物成分，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有兴趣的可以选择尝试。好了，关于怎样预防前列腺癌就聊到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欢迎评论和转发，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有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感兴趣的。谢谢收看，下次见。